小王爷恕罪。拜见小王爷。小王爷，我哪儿他妈来的戏班子，来这儿演戏？就他，龙王。他要是龙王的儿子，我他妈就是龙爷！大胆，竟敢污蔑龙王，拿下！我迎接的可是江州赵卓然，你敢动我，他马上就出来了，你活不过今天。赵卓然是个什么东西？赵卓然是江州皇手下无数，就连世首也得给几分薄面。放了他吧。小王爷，那姓赵的不过是龙王主子，整个江州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如您一根头发金贵。这句话我记下来，等他出来，你必死无疑。你快走吧，这事我扛着，要不然真走不了了。小王爷不必惊扰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。能把你怎么样啊？赵爷可是拥有江州地下大半势力，他还是有幸搭上了大夏龙殿。在江州，你得罪了赵爷，让你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。好一个江州地下皇，好大的威风！恭送赵爷出狱。恭迎赵爷。赵爷，这儿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，敢侮辱您的威名，还请您出手将她拿下。属下见过北海战神，你认得我3年前战神受封大典，属下有幸见过一面。哦，对，属下这次入狱就是为了寻找小王爷。这么说来，小王爷的消息是你上报的？正是，属下见过小王爷。他真是小王爷啊！念你行有功，饶你一回。不过你这个手下嚣张跋扈，威胁小王爷，罪该万死。混账东西，带下去！我真的不知道他是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再有下次，你知道后果。属下不敢。小王爷，我是龙王麾下北海战神于灵儿，这次奉龙王之命来迎接你，以后我就是您的私人助理。我真是什么小王爷？千真万确。你们肯定找错人了，我就是一普通人，今天才刚出狱。您叫陆羽，今年23岁，无父无母，3年前替未婚妻苏嫣然入狱。哦，对了，你屁股后面有颗痣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靠！看来我说的没错，您就是我们寻找多年的小王爷。我真是小王爷，那我以后不用再为阉人的彩礼发愁了。我爸是不是很有钱？当然，龙王为了弥补这些年对您的亏欠，已经向您名下转了很多产业。还为3日后你与苏嫣然小姐的订婚宴备上了一份重礼。如果你有时间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看。走。那人长得好像姐夫啊，不过这么大排场，肯定不是他。奇怪，姐夫人呢？见过小王爷。小王爷，这是王爷为您准备的零花钱，现金3000亿，黄金10万两。3000亿，零花钱儿。小王爷，这是老爷为您准备的豪掷游艇、私人飞机以及别墅，价值近1000亿，您随意挑选。见过小王爷。盛世豪庭酒店总投资8亿，全球上下各有90家连锁，营业率近3亿。这些现在全都是您名下产业。这是酒店总经理以及全体高管。盈利3亿。
不仅如此，老爷听说3日后你要与孙燕小姐订婚，还特地定下了聘礼，届时也会亲临婚宴。我知道了，这盛世豪庭我也不感兴趣，不如送给嫣然。姐夫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在监狱怎么没看到你啊？我被朋友接走了。啊，对，嫣然呢？她怎么没来接我？表姐，她好像说今天要谈一门生意，在盛世豪庭总统套房。谈生意，在酒店。那就先这样，我考虑考虑。周少，我还没答应你。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陆羽，你出狱了。我问，你刚才在干什么？我谈合作呀。虽然你把我当傻逼吗？酒店房间孤男寡女谈合作。你就是陆羽，你是谁？在下江州周家周大少，也是嫣然的未婚夫。3日之后，我与嫣然将会结为夫妻。你是他未婚夫？我听到了什么？虽然你不解释一下吗？你不要再问了。不问！我作为你未来的丈夫，我不应该了解吗？当初你公司偷税漏税，是我替你顶罪，坐了3年牢。然后你现在这样回报我，这些都是你自愿的，我没有强迫过你。如果你觉得心里不平衡，我可以补偿。这张卡里有300，足够买你3年资。好，我自愿。原来在你眼里，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来衡量，是吗？钱解决不了，生命还不够。说吧，你想要多少钱？合理范围内，我都会给你。你还是不明白。如果论感情，我替你坐牢心甘情愿；可是论价值，我这3年远远不是你区300万就能买得起的。行了，你说到底，不就是看嫣然尽享富贵，所以你才缠着她不肯放手？我缠着她？难道不是吗？3天后是我与嫣然的订婚宴，也是我周家向苏家注资的时候。届时，嫣然将成为整个大夏最耀眼的商界女王。你不就看上了这一点，所以你才不肯放手，缠着她。周家还在这装模作样。大夏龙王从上京天渊阁发出敕令，3日后嫣然的订婚宴上会带男方下聘，并亲临宴会，为新人祝贺。此事已经传遍整个大夏，整个大夏9州38省，无人有如此殊荣。我周家得到龙王看重，未来必定平步青云，成为大夏顶尖家族，指日可待。在这小小的江州，我周家想让谁兴盛谁就兴盛，想让谁灭亡谁就灭亡。那我想你是误会了。苏家的聘礼是龙王代我送上，龙王亲临江州也是为我而来。你还真敢说呀？你怎么不说你是龙王的亲儿子呢？嘿，你还真说对了，我还真是他儿子。荒唐可笑，大言不惭！谁人不知龙王膝下只有一子，而且至今下落不明。你既然敢冒充龙王之子，已犯了大不敬之罪。够了，陆羽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大话吗？你说你是龙王之子，你说龙王为你亲，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在我苏家不曾做一分贡献，可以思困境？我说什么，你一概不听。他说的话你深信不疑，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不值得信任啊。信任是需要用事实来证明的。我父亲周伯虎乃龙王殿8大堂主之一，仅次于4大战神。纵览整个江州，除了我周家，谁人能攀上龙王的关系？龙王一直看上本少爷优秀，所以一心想提拔本少爷。你说龙王是因你而来，你的证据呢？证据？这个算不算证据？盛世豪庭股份转让合同？什么？
本来我是打算把它当做惊喜送给你，这份合同的价值远远超过你手上的苏氏集团。现在你还是觉得我是因为钱才缠着你吗？盛世豪庭，在整个大夏都是一流的酒店，它的主人不是位高权重，就是身家过百亿春。你一个劳改犯，拿一份假的合同在这招摇撞骗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周少，你说这是假的？嫣然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他一个劳改犯，出狱不到半天的时间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怎么可能谈出这么大的合同？你孤陋寡闻，不理解很正常。够了，陆羽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胡搅蛮缠了？我与周少合作，即将登顶江州，成为首富，而你只是一个身无长处的劳改犯，我们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婚约取消，对你我都好。婚约取消，这就是你心底的目的，对吗？对，你替我入狱3年，我很感恩，但这并不能成为我奔向远大前程的阻碍。你根本就不懂我，我苏嫣然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满足于小富即安、相夫教子的人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放手吧，陆羽，你配不上我。我配不上你。行了，陆羽，你就是一个劳改犯。嫣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，你呀，滚吧。姐夫，他不要你，我要。雨宁，玉宁，你在胡闹什么啊？我没有胡闹，我已经暗恋姐夫很久了，只是因为你们之前有婚约，所以我才一直把这份喜欢藏在心里。现在既然你们要解除婚约，那好，姐夫，不，陆羽，你娶我吧。玉宁，你虽然只是上京陈家旁系，但好歹也出身名门。以你这样的身份地位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非要嫁给一个身无长处的劳改犯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表姐，感情是不讲道理的。像你这种人，眼里只有金钱和权势，你永远不会懂。我可是为了你好。谢谢，我不需要。在我眼里，陆羽是最好的男人，他温柔体贴，会照顾人。当年我把他救回家族，是我最正确的决定。你说什么？救我的不是苏嫣然，是你。好，苏嫣然，我同意解除婚约。陆羽，你但凡有点良心，就不要祸害你。我怎么做与你无关。3天后我会让你清楚，你所仰仗的周天齐，在我面前一无是处。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引以为傲的订婚盛宴轰然倒塌，让他周天齐跌落谷底，让周家俯首称臣。说大话没有任何意义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卡气。希望3天以后，他被我踩在脚下的时候，你依然能保持这样的高傲。就凭你？没错，就凭我。我拭目以待。走。姐夫，我们去领证吧。领证？太快点了吧？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。等我处理完你姐的事儿，再名正言顺的娶你过门。好，我等你。小文月，我刚刚看到嫣然小姐和一个陌生男人离开了。她跟我退婚了。什么？跟您退婚？这世界上还有比您对她更好、更有实力的人吗？在她眼里，我就是一个不求上进、巴结她的废物，跟她的周大少云泥之别。鼠目寸光。3天后，给她一个惊喜吧。刚刚接到北海战神的消息，我儿替苏家女坐牢3年，他不但不思报答，居然还嫌弃我儿，要悔婚改嫁。老爷，苏家长女鼠目寸光，是非两配。听闻您找到爱子，帝都3大家族纷纷送来婚书，想要嫁女。
帝都世家的皇女，倒也配得上我儿子。不过年轻人的事，还是让他们自己去争取吧。是。找到我儿的事，赵卓然做得不错。这个龙王令，就当做是对他的奖赏。辛苦你跑一趟了。是。什么？让我们去迎亲？准备10辆豪车，随我去迎亲。费劲，我要去迎亲。陆羽，你注定是我的人。帝豪集团掌门人林长生，江州100年世家王家王万里，江州皇侄子林家林世泽，竟连他们也来了。林王宁三家可是号称江州3副使，屹立江州300年不倒，这才是真正的顶级豪门。他们都来了，看来传言是真的，龙王今天真的要来。我大夏龙主愿带您下品，甚至亲临婚宴啊！天启啊，从今往后，你周家可以扶摇直上，君临江州指日可待啊！今日便是你邹家腾飞之时，我等提前恭喜了。谢谢王叔，谢谢林叔。我们3大家族为了庆祝，特地给你备了一份厚礼。蓝田美玉，丹顶云鹤，扶摇直上，指日高升。这么好的鹤，价值不菲吧？价值，我们3大家族所备的礼，你远远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。此鹤是用一整块顶级和田玉精心打磨而成，单是这么大一方玉，就世所罕见，价值过亿呀！再请10位全国顶级玉术专家，花了整整7天时间呢，才打磨出如此珍宝啊！这10名玉术专家呀，那要是没关系，花再多的钱也请不到啊！更别说这期间消耗的人力物力。天启、苏总，为了你们这贺礼，我们3大家族可是下了血本了。此贺价值无量，如容天启你无量前途啊！云鹤冲霄，扶摇直上，不要云鹤做礼，你可满意？满意，满意。他哪里配什么无量前途？陆羽，今天是我的大喜之日，你他妈也敢来？我若不来，又怎么看到你俯首称臣呢？陆羽，我知道你看到我跟你分开反而过得更好，心里不平衡，但你闹事也要有个限度。你这样做只会给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。去给天启道歉。光道歉可不够，你若能自断4肢，跪下来磕100个响头，本少倒可以考虑放你一把。否则，本少顷刻间便将你血溅3尺。表姐，您上。陆羽之前是有些冲动，他的过错我来承担。只要你们愿意放过他，我可以做任何事。好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让他给我下跪。今天这玉鹤碎了多少块，就让他给我磕多少次头。这玉鹤碎片起码上万块啊！看来这陆羽啊，今天要在这磕头磕死了。让我跪下？
不够格，让我跪下，你不够格，我不够格，我不够格，在整个江州谁他妈够格？陆羽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不仅是我周天齐的订婚宴，更是我周家的龙腾之日。江州上百名流，还有3大世家齐来为我祝贺。稍后更有大夏龙主亲临现场，能够得到大夏龙主的赏识，我周家将会在大夏九州38省位居高位，未来进内阁也不是话下。现在我问你，我够不够格？还不速速跪下，给周少道歉！哼，若乖乖跪下磕头，尚有一线生机；若坚持负隅顽抗，不但周少放过你，我江州3大家族上百名流全都放过你。没错，若不跪下，江州白家必不轻饶，江州韩家必不轻饶。陆羽，看在过往的情分上，我可以向他求情，让他放你一马，但前提是你要让天齐看到你的诚意。诚意？就像天齐说的，跪下道歉。苏嫣然，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能够放弃尊严，给别人下跪磕头的人吗？你与天齐身份上的差距太大了，跪他并不丢人，死撑着嘴硬总好过被人像条死狗一样丢出去。我看你们真是疯了，有身份有地位就能逼迫别人跪下磕头？若按照你这个理论，那不好意思，纵观全场，你们所有人都要给我跪下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就是一个劳改犯，你凭什么压我们这些权贵？我是谁？哼！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就是你们所有人仰仗、所有人趋之若鹜的大夏龙王之子陆羽。哗众取宠可救不了你。既然你不肯下跪，好，这8位是我专门向舅舅江州皇赵卓然申请过来的武道宗师，乃是我江州最高战力，用以维持今日的婚宴秩序。多谢宁少。陆羽，我最后再劝你一次，现在认错，我还能帮你求情，不要等到事情到无可挽回的地步，你才后悔莫及。你所谓的帮我，就是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，给这个屡屡嘲讽我的人跪下磕头？是。你这是帮我呢，还是侮辱我呢？活着不好吗？活着？你就这么断定，没有你苏大小姐的帮忙，我会死在这儿？妄自尊大，自以为是，为了一点所谓的自尊心，死撑着嘴硬到底。陆羽，你这样的人，永远不会有所成就。既然你不领情，好，从今以后，你我之间再无任何瓜葛。自以为是的，不是我，是你，是他，是你们在场的所有人。你说，我今天不跪下会死在这儿？好啊，我今天就坐在这儿，看一看谁能取走我的命。好，自己找死可千万别怪我！杀！给我杀了他！不要！周少，陆羽不认错，我替他认错；陆羽不跪，我替他跪；陆羽不磕，我替他磕。只要你肯放过陆羽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干什么？起来，起来！你不要拦我！我知道，在表姐面前你不愿意低头，那这头我替你低。我只要你平平安安活下来，娶我。周少，对不起。啊，你想让我放过他陆羽，可以。但是今天在这儿的数百名流是给我周天齐面来捧我的场子。这样吧，你给在座的每一个人磕一个头，我就放了他，怎么样？好，
我答应你。好一个有情有义的红玫瑰啊！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第一个摘了它吧。不肯！林明，起来，起来，婚宴结束我就娶你啊！起来，别说这几个宗师，就算他叫了上百个、上千个、上万个，也不能动我一根毫毛。你敢打我？打你？不，我要让你整个氏族的陨落，作为给宇宁的赔礼。于灵儿，末将在。赵卓然何在？他就是这么治理江州的。我只给他10分钟，让他滚过来谢罪。是。赵先生不必多礼，我今日过来是受龙王之命，奖赏你寻得小王爷的功劳。朱管家，这难道就是龙王令？没错，执此令牌便能以龙王的身份下达一道命令，但是使用过一次之后，令牌便会收回。这其中的分量，你是知道的。我明白，这是天大的奖励。朱管家，我受之有愧。龙王寻小王爷多年未果，您帮助找回，便是帮了大忙，这个是你应得的。我漂泊半生，才创下这偌大的基业，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赵某，谢过杜管家，谢过龙王。好了，我还要给小王爷准备聘礼，就先行一步。我送你。不用，忙你的吧。喂，北海战神，请问您有什么指示？赵卓然，少主下令，命你10分钟内赶到他面前谢罪，若于时不至，赵家今夜覆灭。赔罪？北海战神，请问赵某做错了什么？这话问你的宝贝侄子吧。快备车，我去养了兵。杜宇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辱我舅舅！宁兄，他卑劣的演技我早已看穿，他无非就是记住我，攀上了龙王这条关系，想搞乱我的订婚宴。陆羽，这就是你内心的真实想法吗？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，宁愿自己死也要毁了我？苏嫣然，你别太自以为是，你的未来如何还不值得被我放在心上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你对自己这次大闹宴会的行为又作何解释？云宁，看到了吗？卑劣懦弱，内心阴暗，这就是你喜欢的男人。你清高，你了不起，我卑劣，我内心阴暗。苏嫣然，夏虫不可语冰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杜雪，牙尖嘴利可救不了你。你今天扰我订婚宴，打扰了龙王雅兴，你今天必须死在这里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别，陆羽，你不要再冥顽不灵了，你快给他们道歉，然后跟我走。别担心，这点人伤不了我。冥顽不灵，你那么想找死啊？动不了你，好大的口气！放眼整个江州，也就寥寥数人敢在8大宗师面前放如此豪言。老夫面前还敢如此猖狂，今天谁来了也救不了你。今年老夫单枪匹马横扫樱花国师，你这小娃娃还不要吃奶呢？宗师不可辱，辱则死。你的命我收了。陆羽，你别嘴硬了，快给他们道歉，那可是人可敌国的8大宗师。他没有机会了。怎么回事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宗师败了！想不到你的小姑娘如此年轻，竟也是个宗师。隐藏实力，万众吃虎，黄营一时大意啊！因被你偷一阵功，你这小姑娘真心歹毒啊！隐藏实力，扮猪吃虎，我没这么无聊，是你们眼拙，看不出我的实力。原来是偷袭，
我就说你这么一个小姑娘，怎么有如此实力？仗着偷袭而已。就算你是宗师又如何？在场还有7大宗师，我看你一人能敌几个？只怕你这8大宗师加在一起，也打不过这个小姑娘。笑话！老夫3岁习武，7岁通脉，18岁先天，30岁跨入宗师界，精研武道60余年。她区区一个小丫头，也配与我相提并论？侥幸成为宗师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年轻人还是不要太气盛。少说废话，一起上呢。小丫头，你儿在这3等羞辱我等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周兄，此人心肠歹毒，偷袭周兄，对付这等邪门歪道，何必讲什么江湖道义？好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就别怪我辣手摧花。8大宗师联手不敌他一人，就凭这几个人，动不了啊！原来有如此高手在身边护卫，难怪你从容不迫。陆羽，这就是你的底牌吗？我说过，你周家在我眼里根本不值一提。你想动我，没那个资格。陆羽，你就只会躲在一个女人的身后。这位宗师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被他骗了。他就是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，根本不是什么富家大少爷。您不必为了他得罪现场这么多名流。他是什么身份，不用你替我解释，我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清楚。那你还……既然如此，你还不赶紧跪下，为之前对陆少的不敬磕头认错。陆羽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傍上一个宗师，这位小姐论身份论地位都高高在上于你。他现在只是想玩你，等他把你玩够了，就像一个皮球一样把你踢开。你现在借助他的权势站得越高，等日后你就会摔得越惨。你说的这么清楚，该不会是准备这么对待苏嫣然吧？一派胡言！我的感情生活用不着你操心，倒是你愿意傍上一个女人而洋洋得意，看不清自己的真实能力，你迟早会后悔。这句话我原封不动奉还给你。苏嫣然，你本来拥有全天下最好的未婚夫，可是你却亲手把他推开。看来这泼天的富贵和无上的权势，你苏家不配。陆羽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今天的你，我感觉很陌生。爹娘，会议之后和你们解释清楚的。解释什么解释？他就是一个刚出狱的绿毛龟，难不成还有什么隐藏身份能够压我周家一头？这位宗师啊，不可否认，您在武道上确实天赋过人，但是你看男人的眼光实在是太差了。陆羽是什么样的男人，我再清楚不过。他这样的人，跟财富与权势这2个词沾不上边。真是给你脸了！陆少不跟你计较，不代表我跟他一样大度。现在立刻马上跪下跟陆少道歉。这位宗师，我知道你身手不凡，但是现在这个社会靠的是权势和地位。陆羽，我周家让你3更死，你活不到5更。对了，今天是我的订婚宴，你们就不好奇吗？为什么我的代理没有来？龙王殿进主到。爸，您终于来了。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江州3品镇北将军石天祥石将军。石将军是大夏3品官员，掌管1省兵马，一句话可决定万人生死，而且是我周家今天除了龙王之外最尊贵的客人。见过石将军，见过石将军，见过石将军，见过石将军。诸位不必客气，周少，你们周家得龙王看重，日后必定贵不可言。以后本将军还仰仗周家多多提携才是。哎，石将军，重了，
严重了啊！哪里，龙王将于今日代天齐下聘礼迎娶苏小姐一事，已经传得满门风雨，人尽皆知了。石将军能得到龙王的看重，我周某不胜惶恐。但是今天有一个人在这儿冒充龙王之子，大放厥词，试图扰乱我周某人的婚宴，此人极度嚣张，罪恶至极。哦，竟有这等事！没错，此人仗着有武道宗师撑腰，在婚宴上大打出手，肆意妄为，还扬言让新娘给他跪下磕头。我等不想让龙王不喜，本想解决此人，奈何他身边的武道宗师实力不凡啊！还请石将军出手，为江州主持公道，诛杀此贼，以正风气。杀此贼，以正风气。诛杀此贼，以正风气。诛杀此贼，以正风气。诛杀此贼，以正风气。是谁？给我站出来！就是他。石将军，这人本是我未婚夫，但他不求上进，懦弱无能，我苏家欲与他划清界限。他今日的所作所为，纯与我苏家无关，还请您明鉴。杜宇，你好大的狗胆，见石将军还不下跪？我凭什么跪？为何要跪？石将军乃大夏3品要员，镇守江州，论实力和背景，比在座的每一位人都要高。像你这样社会最底层的垃圾，平时想靠近石将军100米都是不可能的。今日你能见到石将军的天颜，难道不值得你一跪吗？石将军，陆羽他不是故意的，陆羽快跪呀！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。陆羽，我给过你很多机会，你不珍惜，这个下场是你自找的。好笑，还真是好笑。苏嫣然，很多事情我都念在旧情，不跟你计较，但是这不是让你蹬鼻子上脸的理由。如果真是按你所说，用身份的高低来决定是战是贵的话，那么我身为大夏唯一异姓王龙王之子，尔等众人为何不拜？杜宇，你他妈脑子被门紧了吧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冒充自己是龙王之子，你当我们大家都是傻子？属下于灵儿拜见少主，少主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此女实力不凡，有武道宗师实力，不过只可惜这儿好像有问题。武道宗师有何惧哉？在本将军面前是一提。杜宇，你什么身份，在座的众人再清楚不过了。你要真是龙王之子，那这3年你为什么没有使用一次特权？我陆某人行事有何须向你解释？尔等众人只需知道，还有3分钟，若再不跪，你们所谓的各大世家将再无生路。装疯卖傻也救不了你。我提议，石将军即刻就将此人擒住，当众斩首，以儆事由。周家附议，林家附议，王家附议，我等附议，我等附议。小子，整个江州的权贵都要把你逼死，看来你小子混得实在差劲。所谓龙不与蛇均，区区一省权贵于我眼中蝼蚁而已。他们怎么想我？重要吗？这句话呀，倒是说的有几分格局气。只可惜，如果不是我早就知道龙王的独子早已失踪多年，我差点就被你骗过去了。留给你们的时间还有1分钟。1分钟？哼，不好意思，留给你的时间已经到头了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江州皇赵爷，舅舅，你来了，恭迎赵爷，恭迎赵爷。今日本少订婚宴，不仅有江州镇守亲临，更有江州皇赵爷亲临。陆羽，你看到了吗？今夜过后，
本少将这些转换为本少的权势，转换为周家的权威。不久之后，龙王将会亲临，届时我周家的权势将达到巅峰，在整个江州乃至大夏都没有人可以撼动。这就是我周天齐的无上荣耀。我们周家出真龙了！赵爷来，陆羽，你还要一意孤行？陆羽，我们快走吧。哦，今天谁也别想走。今天赵爷来这儿，你就得把命留在这儿。罢了，既然我选择了你，就不会弃你于不顾。今日之事，无论是什么结果，我陈与您都与您共同生死。芸娘，知道吗？为了你，知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会让你成为大夏最耀眼的女人。你们刚刚是在做什么？舅舅，今日是周少婚宴，且有龙王降临，本该广招权贵，恪守礼仪，奈何混进来一个社会垃圾。我等正在清理，还请您不要见怪。清理社会的垃圾，赵爷勿怪，我等会尽快处理。没错，保证在龙王来临之前赶走这个垃圾，让宴会厅恢复宁静。你们好大的威风啊！晚辈恭迎赵爷。你就是和那个苏嫣然结婚的周天齐？一来就要确认身份，看来这赵卓然跟石将军一样，准备讨好。正是晚辈。赵爷，叙旧的事情先放一放。现在我要处理一位正在闹我订婚宴的垃圾。此人软弱无能，不求上进，跟嫣然分手后，嫉妒加入我周家的豪门，大闹我的订婚宴，得罪了江州这128位达官贵族。此人罪该万死。不错，此人所作所为，石将军都看在眼里。您没来之前，我们正准备动手。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！赵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可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？什么身份？他不就是一个劳改犯？难不成还有什么隐藏着的大身份？你们都给我滚开！江州赵卓然拜见陆公子。陆公子，怎么可能？莫非这陆羽真是什么大人物？终身为保，周皇跪拜，此人身份恐怕贵不可言呐！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起来吧，赵卓然，你这个江州皇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刚才你那个侄子口口声声的要联合着江州权贵把我拿下问罪呢。陆公子受罪，逆子胆大包天，罪无可恕，足下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舅舅，此人极善伪装，已经伪造了一位大人物的身份，骗了武道宗师，你一定不要相信他。逆子，给我闭嘴！得罪了陆公子，100个你都不够死的！都给我听好了，我不管你们什么人、什么身份，但凡是刚刚得罪了陆公子的，统统跪下，给陆公子磕头道歉。道歉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陆公子，没听说什么豪门姓陆啊！我的话没听清吗？赵主任，你确定因为这一个废物得罪在场的所有的达官贵族吗？是又如何？难道你要造反吗？造您的反，我等万万不敢。但我等都是江州的上流人士，您让我等给这帮下贱的人磕头道歉，未免有点过了吧？这是你周家族的意思，还是在场所有人的意思？帝号集团掌门人林长生与周家主同进同退，江州王家王万里与周家主同进同退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不介意血洗江州，换一批听话的人上。为了一己私利，便公然说出这样话，赵兄，你未免太过分了吧？石将军，这事儿你也有份？不错，刚刚若是你再来晚一些，我便亲自上台捉拿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
让他给大家跪下磕头道歉。你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那你又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赵卓然给你面子，叫你一声江州黄，我不给你面子，你他妈又算什么东西？有本将军在，我看你能动谁，你敢动谁？石天祥，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龙王令，龙王令乃龙王亲赐，见之如见龙王。是龙王令着，可以无条件号令大夏所有人了。这令牌用过一次之后，就会被收回呀。赵卓然，凭你的地位，你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龙王，你怎么会有龙王令？我怎么有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继续负隅顽抗，还是按照我说的给陆公子磕头道歉？赵卓然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，让你如此进入，不惜拿出龙王令？他的身份超乎你们的想象。没错，陆公子的身份你们还不需要打听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像你们这种层次的人，见了陆公子只有俯首称臣的份。再问一次，跪还是不跪？醉将石天祥拜见陆公子，请陆公子恕罪。小人宁世德叩见陆公子，还请陆公子恕罪。帝豪集团掌门人林长生，江州王家王万里，请陆公子恕罪。请陆公子恕罪。一群诺！周天齐，你为什么不拜？我为何要拜？赵卓然，你不要以为你拿出龙王令我就怕你。你既然拿龙王令来压我，我告诉你，今天龙王亲临，我看你到时候还嚣张不嚣张的起来。龙王亲临？不错，我们周家已经得到龙王赏识，龙王他老人家更是知道我的婚礼，特地准备了聘礼，马上就会送到。这件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江州。你一气无才，拿着龙王给你的令牌来压我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周天齐，你这自以为是、自作聪明的本事，还真是让人佩服啊！都起来吧。谢陆公子。狐假虎威，陆远，你不过仗着他赵卓然对你的敬重，今天没有他赵卓然的影响，你认为大家会服你这个出身卑微、毫无担当的懦夫吗？放肆！让他继续。靠着一点不为人知的小手段，骗取大人物的信任，就作威作福，迫不及待跑到这里，逼江州的所有权贵向你下跪。你现在心里很爽吧？你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、上蹿下跳的嘴脸，真让我觉着恶心。这样只会衬托出你内心的狭隘。我告诉你，大家服的是你，服的是你身后这块牌子。没了这块牌子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不是自己的东西，迟早会失去。你能有今天，靠的是讨好他人和得到大人物的赏识，这是你的生存之道，我不评价。但天齐则不然，纵使他今天被你压过一头，但也是暂时。短短3年，他帮助我让苏家规模不断扩大，他的能力已经得到了龙王的承认。你苏氏能有今天，难道不是因为你贪心不足、借贷过多时，我替你顶罪坐了3年牢吗？你找人顶罪时，他又在哪儿？那是你自愿的。自愿？当初是他苏嫣然声泪俱下，苦苦哀求于我，是他苏家有恩于我，我不想百年基业因为他而轰然倒塌。可是到后来呢？与我有恩的是你苏嫣然，是你苏家吗？不是玉宁。嘴硬。好，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让你看清楚，谁才是高居9天的龙，谁又是地位卑贱的主。聘礼到，聘礼到。赠8000平方公里太平洋潜龙岛一座，市值100亿。星光传媒公司股份转让合同，派上斩龙剑1顶，
3品以下要员有先斩后奏之权。不错，这等礼物才配得上我龙王之子的身份。看来我爹出手还算大。看到了吗，陆羽？这就是龙王给我。从这出手，或许不难看出我在龙王心中的位置。你拿什么跟我比？这位大哥，你谁呀？在下周家周天启。这位小姐，今天是我的订婚宴，你们3个来这里做什么？见过蹭吃蹭喝的，没见过蹭彩礼的。这3样礼物是我们送给陆羽陆公子的聘礼。让开，别挡着我跟陆公子。你们的聘？你们是谁？玲珑集团总裁云溪，朱雀军团1品上将齐心兰，金马影后苏菲。见过陆公子。小王爷，这3位呢是王爷为你挑选的3个未婚妻，您看是选1个，还是3个都纳入房中？3届金马影后，数万人心目中的万人迷苏菲小姐，居然真的是她！玲珑集团可是国内一流企业呀，市值过万亿。哎呀，我居然能见到玲珑集团总裁云溪呀！朱雀军团1品上将，大夏国仅次于战神的最高将领，这陆羽究竟是什么人呐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陆羽怎么可能会被这些大人物求婚？陆公子，选我。结婚之后啊，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负责吃喝玩乐。哎，陆公子，选我。我常年健身，身材好，前凸后翘，柔韧性也是一绝。陆公子，选我。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我都可以把你扮演，彻底满足你的征服欲。未婚妻3个，陆羽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对，什么3个未婚妻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老爷听说你被某个有眼无知的女人退婚，大怒，就为你挑选了3位未婚妻。陆公子啊，你不选我是因为云溪不够性感吗？陆公子，还是说我不够有魅力啊？陆公子，是苏菲不够可爱吗？可爱。陆羽，你要选谁啊？行了，他说他是龙王之子，你们就信吗？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是？你说对了，我就是龙王之子。儿子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你没有父亲吗？你怎么连爹都抢啊？莫非我被龙王绿了？让我想想。你以为为什么我结婚龙王会亲自下聘？你以为为什么我结婚龙王会亲临江州？虽然我不是龙王之子，但龙王待我像亲子一样。当然了，是因为本少足够优秀，所以得到了龙王的赏识。你的优秀？不错，大家都知道，龙王膝下无子，而且已到中年，必然想找一个人继承他的衣钵。而在这个时候，本少爷出类拔萃，脱颖而出，得到了龙王的赏识。虽然我不是龙王之子，但是视若己出。今日，你们这些人欺我、辱我、亲我、贱我，这些账，本少爷会一一记下，等龙王亲临，一一清算。龙王礼到。龙王代子下聘，当8抬大轿，明媒正娶。彩绸100尺，黄金1万两，另赠凤冠霞帔1件，祝夫人母仪天下；赠白玉鸳鸯1对，祝新人百年好合。陆羽，龙王礼已到，今日我周家一步登天，恭喜周大。周天启，你确定这聘礼是在你下的？当然。说是送我的，难不成是送你这个废物的？抢我的聘礼也就罢了，现在连人家的爹都抢着人，苏嫣然，这就是你挑的青年才俊啊！哼，龙王待我儿下聘，迎娶苏总，此事轰动了整个江州，无人不知。所以这份礼
当然是给我儿子的。陆羽，别总是活在自以为是的幻想中，你的梦该醒。你们口口声声这是带你下的聘，好啊，今天我就看看你是如何把这份聘礼拿走的。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嫣然，我这就为你带上这凤冠霞帔。等等，有事儿？这份聘礼你无权触碰。我无权触碰，这是龙王给我的聘礼，我无权触碰。给你？龙王什么时候说过这份聘礼是给你的？这事儿江州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本少爷今天晚上将在这儿迎娶嫣然，龙王代替南方下的聘礼，这聘礼不是给我的，还能是给谁的？龙王说的是代子下聘。周天齐，你连自己的爹是谁都不知道吗？你确定这些聘礼不是给我的？我劝你啊，好好确认一下，别把事情办砸了，龙王要了你的命。什么东西也配教我做事儿？少主，聘礼已到，不知您可否满意？陆羽，给他的聘礼。陆羽少主，难不成他真是龙王的儿子？陆羽，龙王身边的人叫你少主，原来你才是今天的主角。当年我被人追杀，险些惨死路边，是你救了我。你放心，往后我会好好报答你的。礼物很好，只是苍蝇太多，太丑。是少主，老奴这就替您赶走这些苍蝇。少主人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没听到少主的话吗？把这群扰乱会场秩序的给我赶出去！周少，请吧。赵主任，你当真要赶我出去？你不走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笑死人了！你不会真的上了他的当吧？你们呀，都被骗了！什么？龙王之子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，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？诸位想想，龙王当年就是受人所害，所以才家破人亡。今天他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儿子，怎么可能不吸取教训，让自己的儿子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？陆羽，你的虚荣心就如此重要？事实已经如此。如果我要是龙王，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儿子，一定会好好保护起来，避免再次遗憾。陆羽，你不要以为你买通龙王身边的人，就可以把我们大家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你白日做梦！还有你，伙同陆羽欺骗本少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，等龙王来，我会一一上报。你要干谁？大夏龙王到！参见龙王！都起来吧！我再问，是上告谁？龙王，我要状告此人，伙同外人冒充您的儿子，欺骗江州所有的权贵，此人罪恶之极。你是说他冒充我的儿子？是，就是他冒充您的。闭嘴！谁给你的狗胆，污蔑我的儿子？儿子，活这么多年，你长大了。当年是爹对不起你，小小年纪就流离失所，自己家人是谁都不知道。对不起，从今天开始，为父一定要好好的补偿。谁是苏嫣然？见过龙。就是你。说我大夏龙王的儿子配不上你，让他要退婚。龙王，我不知道他的身份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今天知道了他的身份，就不退婚了吗？爱慕虚荣，攀附权贵，别有用心，不好意思自己说出口，就找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，好让自己心安理得。你这种人
难得善终。龙王教训是虚伪。我老儿子，今天在场的所有的姑娘，有没有你喜欢的？如果没有，为父便昭告天下，为你选妃，总能找到你喜欢的。陆羽，你还是别闹了，这让姑娘好好过日子。再说，我这不是有意中人吗？这个小丫头，她的事我倒是听说了，还真是个真性情的好姑娘。龙王，上京陈家的老家主想见你。他陈家算是个什么？既然是我儿的亲家，还是见一面。撤销了，老为父就先走了。爸。放出我在上京面见贵宾的假消息，免得再有乱七八糟的人拜访。是。绝对不可能，没什么不可能的。这就是你的选择。我说，苏家的聘礼是龙王代我送上，龙王亲临江州也是为我而来。我也说过，他周家在我面前一无是处，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俯首称臣。现在，你信我吗？小王爷，今日之事是我等还请方才小王爷，在你眼里就只有权势吗？够了！大庭广众之下，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，感觉很爽。你还是不明白，你只需要喊我一声陆羽，今日之事我就可以既往不咎。可是你看重的从来就只是我的身份，而不是我这个人。陆羽，陆羽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从今以后，我与你苏家再无瓜葛。表姐，你没事吧？滚开！用不着你加心机。陈雨年，你早就知道陆羽的真实身份了是吧？我说，你怎么一直帮着他说话？没有，还在狡辩。表姐，我喜欢陆羽，只是因为他是陆羽，不会因为任何外界因素而改变。他是龙王之子也好，是我当年救了那个流浪汉也好，都不妨碍我喜欢他。这些你明白吗？你现在是小王爷夫人，以后的皇亲国戚，你当然可以教训我。表姐，跟一个人相处，难道一定要看他是什么身份吗？这就是上流社会的规矩。我不懂。我们周家竟然得罪了小王爷，别，他明明就是一个，怎么可能？龙王殿的电话，一定是来处罚咱们周家的。他不是走的时候说就此作罢吗？今日之事，很快就会传遍整个江州的。就算小王爷不计较，但是那些人，他们为了讨好小王爷，一定会灭了我们周家的呀！好你个陆羽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陆羽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爸，怎么了？我们被那个废物给骗了。什么？我刚刚接到龙王殿的电话，他们告诉我，龙王正在上京接见贵宾，并且告诉我最近几日不得生事，以免惊扰了贵客。您的意思，刚刚那个龙王是假的？哼，龙王一定是假的，肯定是陆羽这小子找人给假冒的。好你个陆羽，敢他妈找人冒充龙王！可是今天江州各大家族联营齐聚，那陆羽真有胆子，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冒充龙王，他就不怕此事当真传到龙王耳中？若我周家和江州众名流
受到他的重罚，这事传出去定会闹得沸沸扬扬。可他呢，不但没有惩罚，众人只是丢了面子。难道他会自己出去说自己得罪了龙王之子的事吗？不会，他一定会隐瞒此事。所以，今天他冒充龙王之子的事，反倒是我们帮他瞒的。就说嘛，我们把这个陆羽得罪成这样，他竟然轻飘飘的放了，原来是害怕事情闹大，还美其名曰的说念旧情，好算计啊！你们会不会想多了？陆羽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龙王之子，今天这么多人羞辱你，你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吗？这不正说明陆羽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吗？玉妮，你真是被陆羽给洗脑了。表姐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陆羽呢？你事实就摆在面前。天琪所言不错，这陆羽啊，一定是对嫣然还心存不满，怕离开嫣然之后啊，穷困潦倒，无法度日，所以才胆大包天的敢请人冒充龙王，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劫走了本属于嫣然的聘礼。这批聘礼价值不菲，够他挥霍一辈子。陆羽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，我真是看透了。嫣然，你放心，我父亲是龙王殿的堂主，他跑不了。他与我毕竟有恩，若捉到他，还请留他一马。嫣然，你呀，就是心太软。老陈呐，见我有什么急事？龙王有所不知，我陈家近年主脉更因争夺家主之位，死伤惨重，元气大伤。不得已，这家主之位只能从旁系中折取。只是害怕旁系当家，让那觊觎陈家的人更为放肆。因此，老朽想请龙王为此次陈家家族之位的继承当个见证人。哈哈，说来说去是想扯我这张虎皮，保你陈家吧？老朽这点心思，岂敢瞒过龙王？我嘛，倒不是不想去，只是奈何公务繁忙。龙王，小王爷到了。哦，让他进来吧。老陈，我虽然不能去，可我儿子陆羽却能帮你这个忙。这老朽拜谢龙王，拜谢小王爷。好了，无需多礼，你先回去准备吧。老朽告辞。玉儿，坐吧。你我父子之间不用这么拘谨。果然还是向你母亲多谢，可惜她却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可恨那些奸臣贼子，趁我为国征战，对你们母子二人下手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个仇就快了结了。那些人，他们翻不起什么风浪。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你的身份恐怕还得保密一段时间。等我把他们挫骨扬灰，为父就给你安排任期年。我要让大夏9州之内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我大夏龙王的亲生儿子。陈总，上京陈家打来电话，说让你拿着家族信物到陈家议事厅竞选下一代家主。啊？没事，你慢慢说，怎么回事啊？是陈家老家主，他打来电话说这届家主之位只要有家族信物便能参与，但最终谁能当选，好像是由见证人来评选决定。父母之死至今是谜团，若我成为陈家家主，或许能调查到真相。可是家主之位竟不是老家主抉择，而是见证人。奇怪，会是谁呢？我去拿家族信物。嫣然，你有没有得到最新的消息？陈家要重新选家主了。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你那个表妹就是上京陈家的吧？啊，
他只是陈家旁系，并没有资格争夺家主。嫣然，今时不同往日了。陈家主已经放出去消息，只要有陈家的信物，旁系也可以参加这次家主竞选。你的意思是？嫣然，雨宁的家族信物就是那块玉佩，而且雨宁这么多年没有回陈家，根本没有人在意他。哎，我们何不来一手狸猫换太子？到时候你拿到家族信物，进入议事厅，坐上这陈家家主之位。周少，我苏嫣然就算再不看，也做不出这等龌龊事。嫣然，那可是上京陈家连续5年入选内阁，权倾朝野，位极人臣。要你把陈家家主握在手上，你又何尝没有施展抱负的平台？天启所言极是呀，陈家传承100年，底蕴丰厚，如有陈家作为根基，别说成为江州的首富了，就算登顶整个大夏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不行，我想要的东西靠自己也能争取，何须假手于人？嫣然，我知道你争强好胜，但你这么做也是为了雨宁好。你自己想想，雨宁那个商业头脑，他现在又听了陆羽的鬼话，到时候就是人财两空。你难道真想看雨宁那个蠢货坐上陈家家主之位，到时候把这陈家的无上权益让给那个陆羽那个王八蛋啊？不错，这偌大的家业要是交给雨宁，迟早会被陆羽那个混蛋给骗去的。是啊，你若坐上陈家家主之位，不单单是为了你自己，那也是为了雨宁好啊，是吧？那好，那我就暂借着陈家家主的名头一幕，待来日我登上云端，成为万人之上，定会好好补偿，让他安稳的度过余生。嫣然，你能这么想太好了。不过你怎么能保证我就一定能够脱颖而出，坐上这陈家家主之位？哎，这件事情上你大可放心，我与陈家的管事乃莫逆之交，他可提供些许的便利。只是今日受陈家主相邀前来观看家主继承仪式的见证人，他才是真正能够决定谁是陈家家主的大人物啊！据说与龙王殿关系密切呢。嫣然，你好好想想，凭我周家和龙王的关系，那个见证人不得给我们3分薄面？到时候你当上陈家家主之位，就如同探囊取物。左手陈家，右手苏家，背后又有我周家与龙王相助，未来必定登上云端之上，受万人瞩目。到时候你坐上陈家家主之位，我们举杯共庆。庆祝仪式还是留待日后功臣再说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还是赶紧回陈家取信了。喜欢装高冷是吧？等我一举控制你之时，我看你还能不能装得起来。管家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？陈小姐，你也知道，老太君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为此家中正在装修，准备专门打造一间疗养室。您这进去，万一要是伤到可怎么办？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在装修？再说了，我就拿个东西，很快的。陈小姐，我也就是个下人，你也别为难我。表姐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没你什么事，你先走吧。你们来我陈家鱼龙配做什么？你们来我陈家鱼龙配做什么？哎，周天启，这什么意思？雨宁，陈家家主竞选，你就不用去了。我和嫣然进去。你们什么意思？是想争夺我陈家家主之位？雨宁，你还小，能力和眼界都不行，哪怕是继承了这陈家家主之位，也难以守住这份资产。我是你表姐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那群狼环饲。这陈家家主之位，不如就由我暂代。说到底，你就是想争夺我陈家家主之位。苏嫣然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厚颜无耻？强取豪夺，何必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？我苏嫣然再次承诺，你今日失去的，待来日我功臣民岁定会加倍补偿，10亿家财，如何？光是上京陈家2年的收入，就有10亿家产了。还10倍补偿，这话你怎么说出口？我说了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既然你不领情，那我就不必多说。我的苦心，你日后会明白。苏嫣然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陆羽当初真是瞎了眼，
竟然会为了你这种人去坐牢，白白浪费3年光阴。你居然还帮那个弄虚作假的废物说话！云云，你已经用事实证明了，这上京陈家家主之位，你不配。你敢打我？你干什么呀？还想还手？啊？算了，我们还得去买些礼物，到时赠与陈老家主和千真，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。我的良苦用心，他日后会明白。走。怎么办？进不去陈家议事厅弹劾争夺家主之位，又弹劾调查父母死因。少主，据我调查得知，程玉宁的确是上京陈家旁系，可以参加此次家主争夺。而且看样子，他好像不为异动，已经去取家族信物了。雨宁既然想要，那我就助他一臂之力，接上雨宁一起去陈家议事厅吧。少主，您左边的龙纹金帖是程老家主为您准备的，象征着您在本次宴会的高位首座。右边的苍金语音帖是只有16世家才可以拿到的邀请函。不就是个家主竞选，竟然如此大张旗鼓，还真是不怕引起外敌虎视啊！走吧。雨宁，谁欺负你了？你怎么没跑啊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跑什么？你还装？龙王根本没离开上京，你叫来那个龙王是假的。谁说的？我父亲明明……哎，不说这个。你怎么了？眼睛怎么红红的？我家族信物被周天齐和舒嫣然抢了，他们要顶替我去陈家议事厅争夺家主之位。替你去？他们有什么资格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还妄想顶替你坐上家主之位？没事儿，姨娘，就算没有信物，我依然可以带你走进陈家议事厅，助你坐上家主之位。你没发烧吧？你看，真的，邀请函没骗你，都拿走。这是真的？可你怎么会有的？你说实话，这3年你在监狱里，是不是被什么人看中，然后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，然后被选上了龙王殿？哦。但你顶多也只是个龙王殿的小喽啰吧？敢冒充龙王之子，依旧是大罪。更何况你还找了个假龙王出来，以后这种事儿千万不能做了，听到没？哦。那这个我就收下了，不过你就别跟着我去了，不然周天齐他们看到又要横生事端。那不行，我一定要跟你去。你放心，我就在你身边，安静的待着，绝不节外生枝。那好吧。但要是有人不长眼，非要挑事儿，就怪不得我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少主，龙王那边有吩咐，我需要先赶过去一趟。你去，我和雨宁能应付过来。少主不用担心安全问题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大批的暗卫时刻保护着您。如果宴会上遇到苍蝇叨扰您的话，可以找程老家主解决。稍后我会联系他。好，走。哟，这不是陈雨宁陈小姐吗？不好好经营自己的破公司，跑到这儿来丢人现眼了。我至少还有一家自己匡扶的公司。陈丽，你又有什么？我有男人呀，我男人呀，可是宁家最宝贝的小儿子宁陵，其舅舅啊，乃江州皇赵卓然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干爹是龙王麾下的烈阳战神，在江州这1亩3分地上呀，他的话就是圣旨。不论其他，单凭这一点，你比得过我？还想妄图染指陈家家主，也不看看你自己配不配？男人有趣，你们可知我是谁啊？你不是说不惹是生非的吗？你是老公，你认识他吗？江州人口总共2380万，难道每个阿猫阿狗我都要认识一遍吗？哼，丽丽，像这种全身加起来不超过500块钱的垃圾，找人赶出去就行了。
省得一会儿呀惊扰到那位尊贵的见证人。老公，那位尊贵的见证人到底是何身份呀？值得呀，你心心念念说了5、6次呢。这里人多眼杂。老公，他们听到就听到呗，反正待会儿啊就让人给扔出去了。不碍事的，你就跟我说说嘛。那位见证人呀，具体什么身份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据陈老家主所言，他可是龙主的人，最亲近的那种。难道比麾下战神还亲密？我干爹可是说了，如果他能见到这位见证，天要行跪拜之礼。天哪！要是能得到那位见证人的青睐，那还真是死不足。妈的，像什么呢？人家能看上你。这话说的不错，我的确看不上他，庸脂俗粉，搔首弄姿。一样的东西，你敢骂我？哼！不仅如此，还意欲冒犯那位尊贵的见证人。就你这一副一脸无知的穷酸样，明白自己跟人家之间存在多么大的鸿沟吗？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够了，一切到此为止。这家主之位我不争了。你也真是。慢着，现在想溜之大吉，放过我们了吗？老公啊，这废物骂人家也算了，竟然还想鱼龙混珠，冒名顶替那位大人物。像他这样跟在陈雨宁屁股后面的低等货，如果今天不给点教训，怕是出了这扇门呀，反而会将此事当作吹嘘的谈资，以为我们不敢动他呀。你还真是异想天开呀！但是你能不能别用那问如蠢猪的脑子来揣测我的想法？你也配？陈丽，你冷静点。我说过了，这家主之位我不争了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你走。老公，想走？你走得掉吗？你敢？表哥，你赶我做什么？我若不拦你，你以为宁家酿下大祸？这话从何说起？听你的意思是，这2位是什么有着贵不可言的大身份？哼，荒谬至极。是啊，表哥，这2个人，一个是我族旁系弟子，爸妈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，从小寄宿在苏家，混到现在呀，也就是一家破公司而已。而这个穿着寒碜，说话口无遮拦，不仅辱骂弟媳我，甚至还想冒名顶替那位大人物，简直是死不足惜啊！滚着！闭嘴！你们2个还不赶快跪下道歉？绝无可能！宁世泽，我尊重大伯乃是宁家家主，才给你几分薄面，叫你一声表哥。不给你面子，你他妈连屁都不是！别蹬不住上。就这个废物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，还让我给他道歉。穆孙辈，你可知道陆先生是什么人？连我舅舅江州黄在他面前都要行跪拜之礼。你们说他有没有资格让你给他道歉？这怎么可能？是啊，表哥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我说跪下！陆羽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然还敢出现在这里！你当真不怕死吗？你胆大包天，还敢出现在这里？这陈家议事厅，你来得了，我来不得。还在这装疯卖傻，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冒充龙王之子，伙同他人窃取龙王赠与嫣然的聘礼，这偌大的江州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地。聪明点，把龙王之礼交出来，要不然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！周天邪，凭你一言之词，怎敢断定他陆羽就是假的，是冒充龙王之子呢？还真是个蠢材，真是傻得可怜，被这个废物哄得团团转。早在先前，我父亲就同他的同僚打电话，口口声声告诉我，
龙王在上京，根本就没来过江州。龙王之子仍在学。试问订婚宴上的龙王是真的吗？他陆羽又是真的龙王之子吗？你父亲的同僚，他又是个什么东西？也配知道龙王在哪儿？也敢妄议我非龙王之子？事到如今，还在这儿狗出狂来，冒充龙王之子，抢走龙王聘礼，找他人冒充龙王，这一条条都是滔天大罪。等我禀告龙王殿，9条命都不够你活的。那你为何不现在就上告龙王殿，去上告龙王，看看我这龙王之子是真是假呀？我当然会禀报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。至于你，我等会儿再收拾。你想让苏嫣然当上陈家家主啊？但是很可惜，今天有我在，能当上家主的人只有一个，那便是雨宁。不是说好不闹事的吗？你怎么越闹越大了？姐，我这个龙王殿的小喽啰还是有些能量的。大言不惭，惹人耻笑。周少都已经戳穿你虚伪的面容了，还敢在这隐隐作废？不错，瞧瞧你的装腔作势的模样，你以为仅凭你一张嘴就能让陈雨宁坐上家主之位了？对，我想让雨宁当上家主，的确只需要动动嘴而已。够了，陆羽，你不要在这自以为是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来的不光是陈家家主，还有一位号称玉叶金科的大人物，他才是陈家家主的定夺之人。而我也打听过了，他和龙王殿的关系颇深。如此一来，我周家加上龙王殿的关系，试问你们这些在座的陈家子弟们，又有谁比嫣然更有资格当着陈家的家主？有周少在，那自然是苏小姐当权了。那你没有可知见证人是谁？你该不会想说见证人就是你吧？你猜的不错，我还真是那个见证人。陈家家主之外，除了雨宁，你们都配。荒唐至极！陆羽，你这副满嘴大话的模样，还真是可笑至极啊！苏嫣然，你别再装了，这世上就你最没资格说陆羽，赶紧将玉佩还给我！你不说我都忘了，这玉佩在嫣然手，我还没问你们俩，没有邀请函是怎么混进来的？怪不得我刚才见到他们两个时候，就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，他们肯定是偷摸溜进来。不错，这对狗男女见拿不到家族信物，无法图谋陈家家主之位，便擅自闯进来，故意捣乱今日竞选家主之事，其罪可诛。陆羽，听到了吗？你已犯下了滔天大。这样吧，你现在跪下来磕头道歉，并将龙王之礼双手奉还，我便饶你一死，怎么样？周天齐，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？以陆先生的身份，想来便来，想走便走，何须什么邀请函？宁世泽，王你也是我宁家年轻一辈的翘楚，妈的，一点脑子都没有。周少说的还不够清楚，他就是个装神弄鬼之徒。邀请函这种东西，他配有吗？像这种招摇撞骗、满嘴胡说八道的家，也配得到上京陈家的邀请？你就这么确信？当然，上京陈家的地位是何其的尊贵，非顶级权贵、地位尊崇者根本没有资格获得。就凭你，就云影帖。陈家邀请函共分2种，最次为黄陵雨雀帖，一般乃100年家族才可得，而其上就是苍青云鹰帖，非300年以上无事不可见。他怎么会有啊？这请帖难道这么厉害？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瞧清楚！以陆先生的身份，岂能被你们污蔑诋毁？陆羽，你当真要做我？我说了，今天能坐上陈家家主之位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雨宁。但你不明白，只有我坐上这陈家家主之位，才是对雨宁好。对陈家，雨宁自幼长在苏家，又哪点比得上我？这陈家在我手中，才可重复往日荣光，而他只会让本就落寞的陈家越往坠入深渊。
陆嫣然，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以为我真的比不上你？是我一直在让着你，因为自幼，每当我做的比你好，你就会联合其他人一起孤立我、排挤我。这些你都忘了吗？我何曾做过这种事？哪怕是做了，也该是为你考。你真是无可救药。够了，嫣然，不就是一个苍青云鹰帖吗？我们不能自断证据。再说了，这帖子外头看上去真的，谁知道里面是真是假呢？楚少说的对，这苍青云鹰帖说不定呀就是这小子提前伪造好的。你说这是假的，证据呢？要证据还不简单，请陈管家过来一看便知真假。倘若这请柬是假，你陆羽难逃一死。我之所以来此，是因为陈老家主相邀，这请柬也是他妻子送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说它是假的呀？陆羽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还在这装模作样。你的意思，你就是那位大人物了？我本就是，何须假装啊？好好，本少爷本来想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若说出那龙王的赠礼的位置，我便让陈管家给你一个痛快，免受皮肉之苦。但你不知好歹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陆羽，我从未想过3年牢狱之灾会让你变成这个人。目无尊卑，以下犯上，装腔作势，口无遮拦。现在只要你肯认个罪，一切还不晚。我认错。不然，这一件件事难道都是我的错吗？毁我订婚宴，大闹陈家艺术厅，捣乱陈家家主之位的继承。现在只要你肯低头服个软，并交出龙王之礼，还尚可留条性命在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别误了自己。让我低头服软，你配吗？他周天齐配吗？至于我的命，今天我就站在这儿，有本事便来拿。好，了不起！今天本少爷就要看看，待会儿你的嘴是不是和骨头一样硬。喂，陈管家，这儿有一个人伪造苍青云鹰帖混进议事厅，这罪不小吧？好，那麻烦您过来吧。陆羽，你束手就擒吧。你那位武道宗师已经弃你而去，你觉得今天你还有活路吗？他是否离我而去，你不配过问，而我的生路，你更有资格决断。我没资格，谁他妈有资格？还他妈在这儿装！我告诉你，你那位武道宗师已经看穿了你的真面目，像条野狗一样把你踢到了一边。你觉着今天在座的诸位有谁救得了你？是谁敢伪造苍青云鹰帖啊？陈管家，就是这个废物伪造苍青云鹰帖混进议事厅。他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，冒认今日那位贵不可言的见证人，大闹陈家议事厅，扰乱陈家家主继承之位的狂妄之徒。他岂敢如此放肆？陈管家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废物胆大包天。前些日子，在我与苏家的订婚宴上，他冒充龙王之子，夺走龙王送给苏家的重金聘礼。今天又伪造这苍青云鹰帖，混进陈家议事厅，捣乱陈家选举。这般阴险毒辣之人，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竟有这种胆大妄为之人，他去招惹谁家不好，偏偏来我陈家伪造苍青云鹰帖，本来就是大罪。况且那位大人物即将降临，这里绝对不能出现丝毫纰漏。来人，把他的腿打断，给我丢出去！陆羽，一插翅难逃了。倘若现在跪下来给我道歉，说出龙王之礼的位置，我便饶你一死。我倒想看看，在场诸位有谁能动我分毫。陆羽，别执迷不悟，你一定要让自己万劫不复，才可大宣。不是我执迷不悟，而是你们别太自以为是。不知好歹，死到临头还在质疑，
袁管家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让人把他腿打断！我要看他跪下来还能不能硬得起来。动手！陈管家，这苍青云帖你看都未看，并敢断言它是假的吗？哼！我与周家家主周伯虎乃莫逆之交，周天齐从小就出类拔萃，他怎么能够荒见我？快将他们拿下！小子，就算那张苍青云影帖是假的，那这张呢？这张龙纹金帖也是能伪造的吗？这什么破玩意儿啊！陆羽，你不要以为你随随便便拿出来一张纹着龙纹的邀请函就能唬住我。在座的各位，哪个不是见多识广？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上京陈家有什么龙纹帖？你没听过，不代表它不存在。或许是你短见博识，层次不够。我短见博识，我层次不足，论身份，本少爷比你高100倍。你要是撕了它，我保证你的下场会很惨。陆羽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？你自己不想活无所谓，别连累了雨宁。没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，陆羽是我的男人，他做任何事我都无条件支持，哪怕是共同赴死，我陈雨宁甘之如饴。陈雨宁，我这是为了你好，不要意气用事。表姐，像你这种眼里满是金钱和权势的人，根本不会懂得什么是爱。你还真是个纯爱战士。等等，这是没错，龙纹金帖，这是老家主专门为见证人准备的龙纹金帖，象征着他在这次宴会上最尊贵的身份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早就说过了，陆先生的身份远非你等可以想象。现在明白了，还不赶快下跪道歉？做的还挺真嘛，不过看着越真，反而越假。哦，周少何出此言？陈管家，您好好想一想，陈家雄居于上京数百年，今天能来这宴会的都是顶级权贵，他陆羽一介草民，何德何能位居于这些人之上？又何德何能成为陈家家主的见证人？周少所言极是。这个废物连苍青云影帖都敢造假，再伪造一张龙纹金帖也不意外。这请帖里有陈家的印章，你若不信，不妨打开一看。好厉害呀！陈家的印章，我好害怕呀。陈管家，你可得好好检查检查。要是这位大闹我订婚宴的废物真是那位大人，这后果呀，不堪设想的。有何好看？陈家绝不会给故弄玄虚、心术不正之徒龙纹金帖，他绝无可能就是那位大人。哎，您呀，还是好好检查一下啊！假的，终究是假的。你说到底，也不就是一个陈家的下人。你撕了陈家家主的龙纹金帖，这后果你担得起吗？陈管家，您听到了吗？他在威胁你。哼哼哼哼，无知小儿！我陈灵为陈家任劳任怨，操持内务数10年，就是上京权贵见了我，也不会像你这样胆大妄为。你拿个粗制滥造的伪劣请帖就能吓唬我？谁给你的胆子？你既不信，我无话可说。就是待会儿陈家主到了，看你如何自处吧。好大的口气！此时此刻还在这儿装腔作势，来人，把他的腿给我打断！我倒要看看你跪在地上还能不能说出大话。我看谁敢！有我在，谁都动不了陆先生。
宁世子，我给你脸了，你要保他，你是要以我周苏两家，还有陈家，还有龙王殿为敌吗？程少，他已经疯了，既然他一心想寻死，何不成全他？宁世子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别逼我。喂，小王爷，我正说去接您呢，您已到议事厅了。我到了一会儿了，就是今夜之宴似乎有人不欢迎我呀，要不我走？哦，谁敢不欢迎您？我让陈管家立刻赶他走。不欢迎我的正是你这位陈管家呀。什么？小王爷，这是他一人所为，这事儿与我无关啊！我给你3分钟时间滚过来解释，晚1秒，你陈家上京除名。快，议会厅！你还真是会演戏呀！你该不会说刚才这通电话是陈家主给你打的吧？事实如此吗？叫我这话，你骗骗宁世泽、陈宇宁这种傻子还可以，你还想骗得了我们？你觉得可能吗？左右也就3分钟，不如稍等片刻，我就知道是真是假了。问长，陈老家主也是一阵酒行饭袋，可冒犯呢？还给你3分钟时间，你配吗？够了！这家主之位我不争了，给你们。你走。走？你当我陈家议事厅是什么地方？公共厕所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怎么了？怕了？想跑了？我告诉你，你们现在没有那位武道宗师给你们撑腰，你们就是一群蝼蚁。我想怎么踩死就怎么踩死。听到了吗，宁世泽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要一意孤行，跟在这个废物身边吗？陆先生的身份不是你等可以想象的，我劝你们适可而止，不要真酿成大错，否则怎样？宁世泽，你简直愚蠢至极，有眼无珠，对一个假冒废物如此信任，看来日后宁家家主之位该轮到我了。知你不？还不动手？把他们的腿都给我打断！陈灵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家主，您怎么急匆匆一个人回来了？您不是迎接那个大人物了吗？我敢不着急回来吗？陈灵，你都要把天给捅破了！至于那位大人物，哼，不就在你的眼前站着吗？家主，这里边哪有什么大人物？倒是有一个不知好歹的狗东西，他拿着伪造的苍青云英帖和龙纹金帖，在议事厅内惹是生非，我正要把他的腿打断，以儆效尤。闭嘴！上京陈家38代家主陈谦，恭迎见证人陆先生莅临陈家议事厅。欢迎陆先生。怎么可能？他真的是见证人？陈家家主，不必多礼。今日之事，是我管束手下无方，还求陆先生责罚。可别说这话。如今您手下的一个管家都敢随意撕毁我手中的邀请帖啊！对，刚才还叫人帮我拿下，要打断我的双腿呢。您说说，我还哪有胆子来责罚您这个家主啊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陈家养你多年，你就是这样报答的？家主，我不知道。闭嘴！来人，把他双腿打断，拖出去。从今往后，不许进入陈家半步。不要啊！家主饶命啊！家主，陆先生，今日之事乃我陈家招待不周，我难辞其咎。
这是陈家的令牌，还请您收下。以后陈家人见您如见家。他们，哎，看来今天我就站在这儿一步不动，你们也没有能力能拿走我的命吧？还有你，我记得我说过，让我低头，你不配，可周天齐更配。现在行了，陆爷，我不知道你今天用了什么手段，诓骗了陈家主，但是今天有我在，你休想得逞。陈家主，您要擦亮眼睛，这个陆羽经常用一些骗人的伎俩，他呀就是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劳改犯。我操！你是何人？你有何资格来评判陆先生的身份？陈家主，晚辈江州周家周天启，家父龙王殿8大堂主之一，今天携未婚妻苏嫣然来陈家议会厅参加陈家家主之选。而这个陆羽的身份您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江城的所有名伶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，他就是一个诈骗犯，在我的订婚宴上冒充龙王之子。我能不知道陆先生的身份吗？何须你多言？就你们这有眼无珠却自以为是的模样，还妄想当我陈家家主，露出信物，你们的资格被取消了。陈老家主，天齐所言非虚，您为何不信啊？是啊，老家主，你可千万别被人蒙在鼓里啊！这一群瞎了眼的东西！你们的资格被取消。陈家主，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陈家现在示弱，正是仰仗外人的时候，而你现在得罪了宁国，你就连我这个龙王殿庇护的周家也不放在眼里了吗？你周家何时受我家庇？好大的胆子！既然敢在陈家主面前死性不改、大放厥词，说自己比肩龙王殿，其罪可诛。够了，你休要在这胡搅蛮缠。谁说陆先生不能代表龙王殿了？陈家主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样的话，说他是什么龙王之子之类的话。这是假的，我父亲已经查明。这是陈家议事厅，我让你闭嘴晋升，你听不懂吗？陆先生，今天重要的事莫过于我陈家家主继承之位。不知您心中是否有中意的陈家旁系弟子？这陈家家主之位，我的确有人选，也只有他才配坐上陈家家主之位。我真的可以吗？跟我来。你是老六家的孩子，依稀记得你名字乃陈宇宁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想到您还记得我。当然了，这是陈家世代相传的古剑。于今日，在陈家议事厅，陈氏39代家主为陈宇宁。陈家主，你这事儿怕是做的不妥吧？他没有陈家的信物，凭什么能继承陈家之位？又凭什么戴上这戒指？难道你要违背你们陈家的祖训吗？这很重要吗？没有家族信物又如何？在陈家议事厅，只要陆先生认可，那么他就可以坐上陈家家主之位。陈家主，我不知道这个陆羽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。难道他真的是龙王之子？不可能。哎，
陆羽、陈老匹夫，你们俩今天死定了！我父亲刚刚告诉我的消息，龙王之子已经找到了，并且在3日后会在上京举办升龙宴。到时候我定会向龙王报陆羽冒充龙王之子，私吞重金聘礼，不得好死。还有你这个老痞，老卖婚姻，一直在维护这个陆羽，在极力恭维这个劳改犯，我要将你们一并告上。你们陈家等着灭族吧。好啊，不用等3天，我看你现在就去上告龙王。我很想看看龙王是怎么处置陆先生，又是如何处置我陈家的。好，既然你们陈家一心找死，3日后我便满足你所有的愿望，你们等着被灭族吧。嫣然，我们走。陆羽，你终究还是不明白，做人本就该脚踏实地。吴家虎威或许能风光一世，但能风光一世吗？我本好言相劝，想保你，但现在一切都待到3日后，你终是难逃一死。我们也走，反正这些人没几天好活了。等到升龙宴上，今天的账一笔一笔算。你今天做的事儿，我会给你请赏的。哪里，卑职分内之事。陆先生，陈小姐，既然家主之位已定，请我请你来坐坐。那我就先告退。陆羽，3日后的升龙宴上不会出事吧？毕竟真正的龙王之子找到了。放心，不会。倒是你怎么突然想起要做陈家家主啊？你对权势可是不感冒的。我想查清我父母死因。你父母的死因，我倒是有些耳闻。真的吗？究其原因，当年你父母做担保，外借了一笔高利贷给别人，遗憾的是借债人迟迟未还，导致他们被催债人给活活的。我父母是为谁担保的？和你外婆有关，也就是苏老太君。这怎么可能？外婆从来没跟我说过。不行，我要回去问个清楚。我跟你一起去。陈家主，告辞了。玉娘，苏老太君昏迷恐怕有2天了吧？你现在过去恐怕也问不出什么。少主放心，我曾经学过几天医术，让苏老太君清醒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到时候你与苏小姐再问话便是。哦，那走吧。那位刘先生怎么还没来啊？今天来这位刘先生是莫老的徒弟，莫老跟我父亲一样，是龙王殿8大堂主之一。莫老最近有些公事在身，今天先让刘先生看看啊。希望真的有用。放心吧，嫣然，苏老太君没事了。等咱们周苏2家这次齐聚升龙宴，到时候有龙王对我的爱护，咱们捏死陆羽那个劳改犯，还有他身后那2个跟屁虫，就跟玩儿一样。到时候整个九州就再也没有苍蝇来骚扰咱啊！陆羽，怎么，2位是在等我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还是要向你汇报啊！好狗不挡道。这里是苏家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是我带陆羽来的，我来见外婆。你见哪人吩咐你？问他有关我父母的事。雨宁他知道了。你在这先等刘先生，我先进去。好。现在你看到了，奶奶已经昏迷多日，怕是回答不了你的问题。我能让他醒过来。你，江州所有的顶级名医都拿奶奶毫无办法，你凭什么？这里不是订婚宴，更不是陈家议事厅，别再装了，行吗？
别用你狭隘的眼光来揣测我，莲儿。这里是苏家，你还想动手不成？让开！陆羽，你别再一错再错。你在我订婚宴上大放厥词，在陈家一时厅中肆意妄为，如今甚至还敢登门侮辱我苏家。3日后的升龙宴上，你是真一点活路不准备给自己留。少主的生路也是你配决断的，滚开！住手！好你个无脑宗师，你真把自己当神医了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把苏老太君医出个3长2短，你9条命都不够你活的。刘先生，展示。算了，就让他治吧。我只不过想问老太君几句话而已。哪里来的女王，也配在我面前施展针刺之法？哼！你这针下去，苏老太君九死无生。陆羽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找一个女人在刘先生施针的时候捣乱他，你是真心想让苏老太君死吗？我本以为你心性哪怕再阴暗卑鄙，只不过是为了自己那所谓的面子和自尊心而作祟，没想到你竟然会做出这种事，真是让人感觉恶心。有眼无珠，愚昧无知。他这么做不是在害苏老太君，而是在救他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然敢质疑我的医术？只不过是个江湖医生，也敢班门弄斧。苏老太君的病明显是风邪入体，你却用九阳神针扎入他的上清穴。要知此法必然使得风邪愈加暴躁，不消片刻便会彻底爆发。到时候苏老太君神心难却。你竟然知道九阳神针？龙王殿青木堂主莫离是你何人？你认识家师？算不上认识，他呀，撑死不过是少主脚下一条狗，恰巧在我身边学过几年医术罢。口出狂言！我师父位居龙王殿8大堂主之一，只是你等可以侮辱的。瞎了你的狗眼！你知道少主是何人？他是未来龙王殿掌权之人，而我统兵100万，兵锋所向，战无不克。羞辱莫离！我这番话恰巧相反，能当少主脚下一条狗，对他而言已经是莫大的荣耀了。漂亮，漂亮！哎，我本以为你这个女人脑子开窍了，把陆羽一脚踢开了，没想到你脑子越来越疯了。他，龙王殿少主，你逗死我了！我告诉你，3日之后的升龙宴，就是他人头落地的时候。哼！和一个死人何许多也？刘先生，还请抓紧救助我奶奶吧。好。哼！奶奶，没呼吸了，这啊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他妈说话呀！都怪他们，这救治最忌讳被旁人打断。我刚针灸时，体内的氧气没续上，自然是要出大问题的呀。陆羽，我奶奶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给我等着你！闭嘴！还是怪你天启庸医！你敢打我！陆羽，还能救我外婆吗？我想知道我父母死亡的真相。况且小时候他也对我挺好的。有办法吗？我试试。滚开！书少，苏小姐，这些人其心可诛啊！他们竟然还……起死回生！奶奶，你醒了。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你的医术，住手！不必太惊讶。苏老太君醒来，已在我预料之内。
刘先生，您这是？苏老太君醒来，自然是因我九阳神针所致啊。刘先生所言有道理，他刚只说了耽误时间会出大问题，但没说明治不好。苏小姐说的没错，难不成会是她治好的？一个吹嘘自己统兵100万的傻子，和一个自诩能掌权龙王殿的疯子，可笑！少主别动怒，我这2针只不过是苏老太君续命3日，方针是要紧。奶奶，好点了吗？雨宁啊，是你啊，奶奶好多了。深真啊，这是陆羽吧？你怎么和他走在一起了？奶奶，我喜欢陆羽。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呀？这陆羽刚从监狱里出来，一穷二白，怎能配得上你？以我苏家未来的发展，你该嫁的应是周少这般青年才俊。奶奶，在你眼里，你就是一个用来联姻的物品吗？记住，你是由我抚养长大的，是在苏家长大的，怎么翅膀硬了，不听话了？可你明知道我父母之死的真相，却从未告诉过我，因为你害怕我知道真相后脱离你的掌控，脱离苏家，对吗？你听谁说的？陈老家主亲口告诉我的。当年我父母为你担保，借了一大笔高利贷，对吗？没错。可你一直未还，导致最终催债人找到他们身上，最终他们……没错，是我。可我这么做其实是为他们好。你父母没有半点经商头脑，原想着让他的公司做抵押，担保一笔钱，以解苏家燃眉之急。事后我自会给他一大笔补偿。谁知道这2个蠢货竟然被催债的逼死了。苏老太君，你的做法未免太不人道了吧？王口小儿，你有什么资格批判我？你一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劳改犯，不仅曾妄图染指嫣然，如今还敢将主意打在雨宁身上。你可知我的女婿必须如周少这般，不仅家世显贵，而且还得龙王赏识，而你有什么？我有什么？我有的远比你想的多得多，只是你恐怕没机会看到。奶奶别动气。杜鹃，你这样装又能装到何时？3日后的升龙宴，要了你的命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陆羽，走吧，我好累。走。雨宁，记住自己苏家的身份，想明白了你就赶紧回来，我这都是为你好。行了，再喝就醉了。陆羽，我没家了。你还有我。可你都没给过我一个承诺。陆羽，你愿意娶我吗？我愿意。那我们去领证吧。不着急，我会给你安排一场盛大的求婚仪式。那以后我们再领证。真的假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好。小王爷啊，哎，灵儿，我打算在升楼宴上跟雨宁求婚，你准备一下。放心，一切都包在灵儿身上。哎，对，宁世泽在陈家议事厅的表现很好，你记得奖赏啊。好的。禀告北海战神，
周破虎堂主传来消息，称龙王赠礼被歹人偷窃，想求龙王再赐予一份。本事不大，胆子倒不小。传消息下去，于升龙宴上，龙王殿将会进行一次整顿。有些人顺势而为，站正确了队伍，自然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而有些人喜欢逆水行舟，那就别怪，最终被这滔天巨浪吞噬。这老太君的脉搏怎一天比一天奇怪呀？好似又回到2天前一般。刘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要不你再扎一针试试？这个还是等我师傅来吧，他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？可是下午就是升龙宴，我还想带奶奶一起去呢。没事的，我这把老骨头撑得住，待会儿咱们一起前去。哎呀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周少何故如此开心啊？老太君，您有所不知，2天前我跟嫣然的订婚宴上，龙王代我向嫣然送的聘礼被陆羽那个王八蛋伙同外人私吞了。不过我父亲已经向龙王请求再赠予一份。龙王愿意再赠送一份聘礼？这个倒也没有，但是龙王说了，这次升龙宴他要整治一下，有的人呐就要一步登天，有的人就一步掉入地狱了。你是说？老太君，这很明显是龙王给予我们周家的恩赐。这次升龙宴过后，我们周家就要一飞冲天，成为一门双战神的超级豪门家族。这一门2战神，那我苏家……放心吧，宝贝儿，我不会亏待你苏家。陆羽，今天晚上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爸，苏老太君，这位是我专门为您请的莫大师。师尊，您来了。苏老太君已被我用9阳神针唤醒了，但其脉搏却有些古怪，您赶紧给看看。滚过来！师尊，不学无术，你简直要气死我！苏老太君是被你用9阳神针唤醒的吗？这明明是9阴神针，此法专门针对邪风所创，才有这般的威力。为师我也只是学到一点皮毛。刚才针灸的人在何处？快带人前去拜见。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总之是个女的，说自己统兵100万，她身边还有个男的，被尊称为少主。他还骂您，说给那少主当狗，都是您的荣耀，这不是侮辱您吗？北海战神都要叫少主，难不成是？快，我们快去寻那位少主。莫兄，您这干什么呀？一惊一乍的，你走之前总得先把苏老太君的病看好吧？苏老太君的病，这世上只有一人能治，那便是先前给他针灸的那位。恕老夫无能为力。哎，奶奶，竟真的是那位武道宗师唤醒的。没事，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武道宗师吗？等这次升龙宴过后，咱们周苏2家跨入9州顶尖，到时候一句话，他武道宗师就得乖乖的过来给老太君把病看好。天齐所言极是啊，苏老太君，走吧，今日与我周家共赴盛宴。好。周家主，这宴会的座次想必也内含玄机的吧？那是自然呀。你看，在礼台下的座位只有龙王大人和4大战神可坐，而我们8大堂主和一流的大家族啊，则是稍稍的靠后了一点。这再往后的座次吧，是留给那些小家族的。不知老身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能做一次头桌呀？老太君，您这话说的，待龙王殿整顿之后，我周家扶摇直上，到时候呀，您就等着换座位吧啊！真的是他，这废物，好大胆子！他竟敢坐在龙王与4大战神能上座的座位。这地方好像很尊贵，我们能坐这儿吗？放心，在这升龙宴上，你想坐哪儿就坐哪儿。这人
陆羽，你明知道今天是龙王在这儿举办升龙宴，你还敢来？你当真不怕死吗？你错了，今天我是正大光明走进来的。你也配用正大光明这4个字？你别以为我看不穿你那些小心思，你就是想大闹这升龙宴，然后牵连我们周苏2家。陆羽，我知道自己退婚后对你打击应该挺大的，但你何至于做出这么歹毒的事情来报复我，报复苏家？胡说，陆羽才不是这样的人。闭嘴！你个贱主，忘了你是苏家养育长大的吗？你自己做过什么，你自己也忘了吗？现在也配说允宁的不是？够了，陆羽，我不想再和你多费口舌。现在立刻马上把你身边那个武道宗师叫过来，治好奶奶，然后再交出龙王赠予的聘礼，立刻离开升龙殿，不可以帮我。我需要你帮吗？你未免太自以为是了吧？至于那个聘礼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那聘礼本就是为我而来，你配得到吗？苏老太君的病，你呀，自求多福。好你个狗东西，还在这装模作样！你可知今日龙王将扶持我周家，不出意外，我与我父亲将成就战神之位，而我将扶持苏家登顶9州。你现在乖乖听嫣然的话，尚有一线生机，要不然……你哪来的消息？喊你和你父亲登顶战神之位，你配吗？他配吗？你够了，陆羽！我一次次给你机会，不是让你用来装腔作势的。不要跟这种狗东西在这浪费时间了。来人啊，给我把他们俩腿打断！住手！拜见陆先生。还不快滚！哎，你是不知道龙王今天要在这儿办升龙宴吗？你一个小小的宁家嫡长子，也敢阻拦我周家办事儿？今日升龙宴，我负责安保工作。周天齐，你说我有没有资格管？这就是你的仰仗呀，宁世泽。那陆羽这个废物也是你放进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将会给你周家带来滔天大祸。陆先生本就是升龙宴的贵宾，他进来有何不可？贵宾，他配吗？啊，宁世泽，或者说是你收了陆羽给你多少好处，才敢处处这么维护？竟然敢与我周家作对，你可知今日过后，我们周家有多么辉煌吗？哦，看来你一无所知，我不妨告诉你，龙王将在今日重整龙王殿，而我周家长期受到龙王的关注和器重。今日过后，我周家必然登顶9州。现在你还要处处护着这个陆，护着这个敢私吞龙王给我周家聘礼的人吗？接着说，我才听了。混账！难道你想看着你们宁家毁在你手里不成？哦，那我倒想看看你们是怎么毁掉我宁家的。宁世泽，我蠢货，我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，竟然忤逆周少，一根筋护着这个废物。就算自己不想活了，也连累宁家。宁玲，在全家议事厅，你已冒犯陆先生，犯下大错。今日难道还要我行我素，一错再错吗？哟，这话说的，难道一错再错的人不应该是你吗？我不错，实不相瞒告诉你，我已经从干爹烈阳战神那得知今日龙王殿整顿之事。那么今日这场升龙宴上，必定有人飞黄腾达，有人一无所有。而周家受龙王青睐，曾获重金聘礼，不用多想，必定会惊人之上。而你却一再忤逆周少，维护这个劳改犯，难道不是想一错再错，自寻死路？痴心妄想，愚不可及。而周家何曾配得上什么飞黄腾达，配得上青云直上？放肆！事到临头，你还在这嘴硬。宁世泽，我再给你讲一次机会，你当真还要维护着这个废物？你说呢？好，那你看看这是何物？这是烈阳战神的战令，见令入见人，尊贵至极。哪儿来的战令？这就不关你的事儿。尔等见到此令，还不速速下跪拜见？
再见，岳阳战神！你们俩呢，还不下跪？慢着，我就不跪，你能奈我何呀？奈你何？臭狗之气！你们都给我站起来，把他的狗腿给我打了！我倒要你跪在地上，还怎么打奉劝？有些人呀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们给我把他往死的打！我看谁敢！有何不敢？混账！陆先生也是你们可以冒犯的吗？兴隆堂堂主过历来迟，请求少主责罚。这不是陌生人，他竟然给陆羽下跪，还称其为少主。孽徒还不认错？是少主，我滚开！是莫堂主，你何故给一个废物行礼啊？刘峰，我学术不精，心术不正，已违背本门戒律，今日便断你一手，以儆效尤。师傅，不要我啊！行了，起来吧。谢少主。莫堂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又是什么意思？陆羽这个废物被宁世泽偷偷放进来，不仅在这宴会上大放厥词，而且见到令牌不跪。我们正在教育他，您为何又拜他，又称他为少主呢？我做事还需要向你解释？至于这令牌，你敢说他是由烈阳战神赐予给你的吗？我有什么不敢？这令牌就是我干爹给我。哼，你转过头去看看，是谁来了？干爹！再见，烈阳战神！这个看我干爹偷我战令，在这狐假虎威、装神弄鬼，平日里都是这样教导你的吗？干爹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升龙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事要做，你们两个给我乖乖的跪在这儿，宴请结束后再来处置你们。尔等围在这儿干嘛？都没有位置吗？杜宇，今天炼阳战神误打误撞救了你，但我告诉你，你要继续在这个位置坐下去，等你的只有死路一条。哦，那我很期待啊！自取灭亡。陆羽，你真以为自己能一直这么幸运吗？你不该来这儿，也不该坐在这个位置上。我最后劝你一句，离开这儿，然后带着那位武道宗师治好奶奶的病。之前的一切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我不妨实话告诉你，这升龙宴就是为我而办，这个位置也是为我而设。我很想知道你用什么样的心态说出“既往不咎”这4个字呢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好了，爷，这个疯子已经疯了，我们不要再跟他浪费时间。待会儿龙王来了，我看你怎么死。走。左边那位就是昆仑战神吗？是昆仑战神。位于右边的乃苍狼战神，那中间那位就是北海战神吧？她好漂亮啊！怎么可能？这北海战神不是陆羽身边的老宗师吗？这不可能，只是长得像吧？也是，陆羽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认识北海战神呢？今日乃龙王庆贺寻道小王爷，故在此特设升龙宴，想必在座的各位都已知晓，我就不耽误时间了。现在有请小王爷登台。小王爷就要出现了，你们可得睁大眼睛瞧好了。怎么？我离开一会儿。啊？那人是谁？好像有些眼熟，好像和周苏两家都有些关系。这废物怎么站起来了？韩包天，这小子又想假冒龙王之子，大闹升龙宴，想陷害于我们呀！得拦住他！陆羽，你怎么这般阴险恶毒，就看不得我苏嫣然一点好吗？陆羽，你还真是迫不及待想死呀！是吗？那你睁大眼睛，
瞧好了。陆羽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难不成你非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假冒龙王之子，然后嫁祸给我苏家是吗？你能不能不要做这么恶心的事情？假冒龙王之子嫁祸给你苏家，对不起，我不会也不屑去做这么无聊的事儿。现在麻烦你让开，别拦着我的路。死只死路一条，所以到死也要拉着我苏家陪葬，对吗？你的想法还真是有趣。你苏家给我陪葬，有那个资格吗？滚开！苏小姐，回去吧。我最后劝你一次，离开这。你还没有资格吩咐我该怎么做。陆羽，是你自己寻死的，现在谁也救不了你。龙王殿金露堂堂主恭请小王爷登台。龙王殿烈阳战神恭请小王爷登台。龙王殿昆仑战神恭请小王爷登台。龙王殿苍狼战神恭请小主登台。龙王殿北海战神恭请小王爷登台。恭请小王爷登台。小王爷，陆羽，竟然是小王爷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龙王之子不是在刚寻找，这都是幻想，这都是幻想！这里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对吧？对，假的。你真的是小王爷？不然呢？可你为什么不说？你明明可以。我没说过吗？可你信我吗？你只听他们的一面之词，并为此深信不疑。算了，你我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陆羽，不要这么对我。够了，陆羽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们从此恩怨一笔勾销，再无瓜葛。你不要再纠缠他了，好吗？苏老太君，现在你还认为我是个劳改犯，一无所有吗？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周天启，你还认为那龙王之礼是带你送上吗？你还认为你周家能成就一门两战神的佳话吗？周家多次得罪小王爷，把周家要完了，周家要完了。这还不都是你害的？雨娘，和我一起吧。这是……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为什么？我的心好痛。哈哈哈哈哈！今日我儿订婚，大喜之事，当福一大百啊！祝君光临，敬龙王，敬小王爷，敬龙王，敬小王爷。